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郁金香频道，主要带大家来详细了解一下 Cjun Rapid 这个跨境电商一件代发的平台怎么用。在 CJ 平台上面，它有成千上万种商品供你选择，而且物流速度也非常的快。如果说你要做跨境电商，那如果说你想做这种无货源的跨境电商，今天这个视频建议大家要好好的看一下。我会把这个 CJ 的一个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如果说你想把 CJ 这个频道上面的货铺货到我们的一个 Shopify 独立站，也可以铺货到其他的平台，或者说像这个推个 Talk。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支持的平台有很多，比如说eBay、亚马逊这些。那你还可以在平台上直接从别的货源渠道，比如说像这个速卖通上面找商品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会一步一步的操作，怎么样在这个 CJ 这个上面来找货源，怎么样把商品导入到我们的 Shopify 商店。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来设置你的一个定制包装，以及怎么样通过 CJ 做新品来发货。这里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首先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先来注册。首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要来注册一个 CJ 这个平台的一个账号。接下来如果还没有 Shopify 独立站的朋友呢，我还会教大家怎么样来注册一个 Shopify 独立站的一个账号。如果你要做跨境电商，那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 Shopify 现在是很多跨境电商的一个首选，因为特别是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如果说你要做跨境电商 Shopify 独立站，它是非常适合新手朋友的。那么首先我们先来注册一个 CJ 的一个账号，链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先暂停，打开链接，就会跟我一样来到 CJ 的首页。我们点击右上角，英文不好的朋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先把它用一个中英文双语翻译，我先给它翻译一下。我们先点击注册按钮来注册。那进来注册，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你可以输入你的邮箱、你的密码，或者说在这上面你可以用你的 Facebook， 或者用你的 Apple， 用你的谷歌邮箱，用你的这个 Shopify 的这个账号来注册都是 OK 的。这儿我就选择 Gmail 邮箱，点好这里来点击一个继续。可以看到那我们可以登录进来了，你输入你的一个邮箱还有你的密码来确认一下就可以直接还需要输入你的用户名还有你的名，包括填一下你的这个电话号码，点击确认就可以了。电话号码可以填86，可以填中国的电话号码。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可以输入你的邮箱、你的密码，在这里输入邮箱，输入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就自己设置，确认一下密码，这里勾选一下就点击下一步。接下来会让你填入你的姓、你的名，输入你的电话号码，你可以国内的直接选择86就可以。注册好了之后就直接来到了它的后台。如果说它没有跳到后台，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这里直接点击也可以来到后台。这里就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一个仪表盘，比如说你的订单、付款的、未付款的、待处理的这些订单在这里都能看到。那么进来英文不好的朋友，我们可以直接鼠标回到这个右上角，我们可以把语言给它切换成这里简体中文，也有这个中文的一个繁体，我们给它切换成一个简体，让我们鼠标给它拉到底。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左边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找货源，这里我们把它关掉。那么它会跳转到这个页面，下面会让我们在这里要去授权店铺，它会问你比如说这里点击这里授权我的店铺，接下来他会问你是想要把你的想把这个平台连接到哪个商店，比如说 Shopify， 比如说推个 Talk， 比如说这个 WooCommerce， 下面 eBay， 那国外的很多平台都可以连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CJ 一件代发的平台把上面的货给它铺到这些平台里面去，它可以把这些货铺到它在指定的这些平台里面都没有问题。这我就选择这个 Shopify， 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接下来可以看到这它会让我们先去进行一个授权，登录到我们的 Shopify 商店进行授权。那么这一步就是需要连接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了。这如果说你还没有 Shopify， 还没有注册 Shopify 的商店，那么这里相关链接 Shopify 的一个注册链接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了，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注册
Shopify 独立站的一个账号，它的注册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先暂停，可以先找到视频下方描述栏的一个 Shopify 的链接，那么你可以打开我的一个视频，点击这里鼠标往下拉，点一个更多，在这儿就有一个 Shopify 3天免费试用，首月仅需$1，这儿我有一个链接，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没有办法直接点，但是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复制一下，选择在一个新窗口给它粘贴 Ctrl 加 V 把它打开。大家打开链接之后就会跟我一样来到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页面，注册页面。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免费试用 Shopify 3天，无需提供信用卡资料，输入你的电子邮箱即表示就可以收到 Shopify 的一个电子邮件。那并且现在它的活动非常的优惠，前3个月每月都只需要$1。那这个活动它有的时候会有变化，有的时候是3个月，有的时候可能是1个月，就看你进来的时候它的活动是哪一个活动。我们这儿就直接点击开始免费试用，这儿你可以选择一种方式进行注册，你可以选择使用电子邮件注册，可以用谷歌注册，也可以用苹果 iPhone 注册，也可以使用 Facebook 注册。那这如果说你有账号的朋友，你可以直接点击下面已有账号，点击登录就可以了。我这儿就使用这个谷歌邮箱注册。那邮箱登录进来之后，它这里问你是否需要设置一个2步验证，那么我们下次再设置，直接点下面这个下次提醒我。那这儿我们再点一下这个邮箱，注册非常简单，填一下你这里输入自己设置一个密码。OK， 这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可以看到，它会问你一些问题，这里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选择跳过自定义设定。这我们直接点下一步，点下一步。接下来它就会有3个方案。其实 Shopify 独立站现在它非常的简单，你也不需要懂代码，也不需要懂设计，直接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我们搭建出来。这 Shopify 它提供了3个套餐，看一下，有每个月$25的，有$65的，有$399的。那这3个套餐它唯一不同的一个扣点可以看到，那么这个$25的它的扣点是2%，这个65的是1%，那么399的扣点是0.6%。刚开始新手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25的这一个，但现在大家知道，现在它是可以免费试用3天。是每月只需要$1的价格，这里前面3个月都只需要$1，3个月就只需要$3。这里大家可以选择一个，也就是$2-3的事情，你就可以在这个上面自己来做个3个月。那么你也可以选择下面这个先跳过，稍后再决定。当然你现在点这个试用也是可以的，绑定一下你的银行卡。那绑定一下之后，它现在是不会马上扣款的，它会在3天以后进行扣款，而且它扣也就是扣$1，$1你可以用1个月，第2个月还是$1，就相当于你可以用$1来用3个月。因为是给大家来演示，我这里就直接跳过了。接下来可以看到，那整个 Shopify 独立站就已经搭建好了。这个就是 Shopify 的一个后台。那我们这里进来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 CG 这个平台，接下来我们就再点击这里一个授权，这儿呢需要点击一下安装，相当于把这个设计的作品安装到我们的 Shopify 独立站里面来。其实这个 Shopify 独立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Shopify 独立站里面，在这个应用里面，它这个应用里面有非常多的 APP， 它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是 Shopify 独立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APP。 因为 Shopify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电商独立站，但因为有这些 APP， 这个 Shopify 独立站它的功能就非常的强大了。简单的说，就是像我们的手机一样，那原始的手机它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只能打电话接电话，但是现在你的手机里面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微信、支付宝，比如说美图秀秀，这些会让你的手机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个 Shopify 里面它也是一样的，你需要什么插件，你就可以来安装什么插件。比如说就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像Renzopp一样了。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Renzopp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一键代发的平台。这里 Shopify 这里有 Renzopp 这个怎么样一键代发，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那么我这里就不给大家，这里点一个安装，点了安装之后，接下来可以看到在这里它会跳转到我们的 Shopify 的后台，到后台这里我们也需要点一下安装。那接下来它会自动的返回到 CG， 那我们可以这儿翻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这里我们在最后一步需要。接下来可以看到，当我们授权之后，在这里在 Shopify 的这个后台这儿，我们要点一下安装，它会直接跳转到这个 CG 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里它让我们呢再进行一下授权，点这里授权，点击确认表示同意，那我们就点一个确认。OK， 那这儿我们就已经连接成功了。它会跳出来一个广告，这儿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关掉。那这里看到授权成功。CG 将帮助你更轻松地开展直销业务，所谓的一件代发。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CG 把的成千上万的作品，可以看到它里面，这儿先关掉，可以看到它里面特别多的一些商品。你可以把这些你喜欢的商品一键导入到 Shopify 的一个独立站上面来。当顾客在我们的 Shopify 商店下单以后，它就可以来帮我们发货，来帮我们处理物流信息等等。大家进来可以看到，它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分类，女士的服装可以看到外套、夹克、上衣、婚礼，还有宠物的一些用品可以看一下，还有园艺、家居园艺这些，还有美容健康这些，还有这些首饰、男装、包装和鞋子，还有玩具等等这些分类，你可以在这里面，你也可以点击这里进去细分。比如说你想看一下这个女帽，点一下它，各种帽子可以就已经出来了。当然你还可以在上面搜索关键词 CQ 1688淘宝速卖通，你可以把它的链接用链接来搜索热销产品也是 OK 的。当然你还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照相机，你还可以上传图片来找这个商品也是 OK 的。比如说我这儿简单给大家测试一下，比如说我在这里随意找一个商品，这个手表这儿我截一个图，你可以把它保存起来。好，保存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回到这里，我这里点击这个照相机，刚才的手表我给它上传进来，接下来它就会帮我们搜索，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手表就已经搜出来了。其实造型都差不多，只是它的表带的颜色不同。所以这上面搜索的方式也有好多种，你可以选择关键词，可以选择 CQ， 也可以选择1688淘宝速卖通，这些都没有问题来进行一个搜索。接下来我们鼠标再回到左边，我们点击这个 CG logo 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logo， 点一下它，这个弹出的窗口我们直接把它关掉。大家要找这个分类的时候，你就可以点击这里进来，这里面就非常多的这个分类。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可以看到左边这里鼠标往下拉，在这个个性服务里面有个收屏，点一下它。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来发布我们的一个采购的一个请求。OK， 可以看到右上角这儿有个发布采购请求，点一下它。那这里它有储存现有产品，还有单个产品。如果说你的商店不对外开放，那你可以选择产品，比如这里是我们的一个 Shopify 的店铺，比如说你的 Shopify 店铺里面它有一些产品，但是其他商家可能没有货了，那你可以点击这里同步一下，这样子就可以把你店铺的产品同步过来，或者说通过搜索产品的标题也可以看到这下面，你可以通过搜索产品的标题也可以把它同步过来。这里同步好以后，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一个采购请求，直接点击一个发布。那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单个商品，这儿比如说我们刚才的这块手表，这里你可以输入产品的标题，比如说一个女士手表，我们产品的一个图片可以看到，它说最多是可以上传6张图片，格式为 GPG、PNG、PNF 这几个格式。如果说你有多张图片，你可以都把它上传进来。那么这价格可以看到，这里你可以输入一个表的价格，比如说11198。那么这里采购链接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产品你是在其他独立站看到的这个商品，那么你可以，比如说我在这里看到的，你可以点击打开它，你可以把它的上面的链接给它复制一下，把这个链接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下面就是一个产品的描述。那么还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这个 CG 它是国外的平台，这个女士手表我们最好还是用英文。英文不好的朋友，大家可以跟我一样，可以在你的谷歌，你可以在这儿装上一个谷歌浏览器，谷歌翻译，可以看到谷歌翻译非常方便。比如说我把中文给它粘贴进来，这里让它帮我翻译成英文，
这里它是一个国外的平台，我们这里产品标题最好给它填成一个英文，所以大家在搜索的时候也一定要用英文。下面填写一下表的一些描述，这个也非常的简单。比如说这块表，我想要一个描述，我自己不会怎么办？那我们可以交给我们的，这个是 GPT，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GPT 账号？这里我用的是 GPT-4o， 它是有一个识图的能力，是相当于是 GPT 的一个 Plus 版本。那么大家没有 GPT 的朋友，在描述栏有一个 GPT 便宜合作的账号，大家可以去，你可以买一个 Plus 的版本。这儿我们点击上传图片，把这个表上传进来，帮我写一个根据图片产品，帮我写一个产品描述，直接点发送。它是有识图的一个能力。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版本，建议大家可以去升级一下。那怎么升级？那国内的银行卡是没法升级的，你一定要有一张国外的虚拟银行卡。那大家可以来到 APP 平台上面来申请一张虚拟银行卡，它的名字叫 World 卡。那国内的伙伴，你直接用你的手机号就可以来申请一个这样的一个卡。这个虚拟卡它可以拿来升级你的 GPT， 升级这个可以看到这上面主流的一些平台都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个付费。那这里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用我的链接，有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个优惠，它这个年费一般是一年11.99，那如果说你用我的链接可能是9.99，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活动有的时候也会变化。那么我们平时随时随地都会用到 GPT， 所以我们这儿一定要有一个 GPT 的一个账号。那这里已经有了，我们这儿直接把它复制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描述给它粘贴到这个下面。那如果说你接受类似产品，你可以把这个勾给它打上，因为这个 C 它去找，有的时候它可能找不到和你的像我的这颗手表一模一样的。那这里就比如说打上接受类似产品，下面这里发布一下这个请求计划。那这样这个 C 它就会去帮你找这个手表差不多的一些替代品。这样我们就直接发送这个请求。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填到，采购目的这里填一下。它这儿有为了获得更好的价格，确保更好的质量。这儿我选这个打造独家的和品牌产品，那这儿就直接点击一个发布。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就出现在我们的采购记录里面。一般 CG 它会在几天内给你反馈。如果说它找到了你需要的产品，那在这个状态下面，它就会显示的是找货成功。你只需要点击旁边这里有一个3个点，你就可以把这个上架到你的一个 Shopify 商店里面。那如果找到一个类似的产品，在这个状态这里，那这个地方它会显示是一个相似产品。同样它旁边也会有3个点，你可以点击上架到你的店铺里面去。那如果真的找不到的情况下，非常的少，那么系统它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那这样一来，如果说你在平台上找不到心仪的产品，就可以来继续在这里发布一个采购请求。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怎么样把产品从 CG 把它导入到我们的 Shopify 商店。找到你喜欢的商品以后，比如说我们点击左边这里，第一个就是找货源。那这里面有很多的产品，这儿比如说我们来找一个，就找一个铝帽。那我这随意找一个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导入到我们的 Shopify 商店。可以看到这个帽子里面有很多，你喜欢哪一个，你觉得哪个好，你就可以销售哪个产品。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看一下现在，比如说这个太阳帽，这儿点一下它，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它会跳转到这个商品的一个详情页。那这里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鼠标回到中间这个位置，这里有一个一件代发的一个字样，说明那这个商品它是可以帮我们进行一件代发的。这个时候我们鼠标往下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连接，也可以点击旁边这个添加到我的商店，这里显示就已经添加。那你也可以选择旁边刊登。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直接选择这里的刊登，这样我们可以直接点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需要来填写一些信息，比如说产品的分类。这儿比如说我就选择一个帽子，这里点一个加号，就把它加进来了。这里供应商，你可以比如说这供应商就直接选这个 CG， 这儿点一个添加。下面就需要写一个标题，这儿我就随意的编辑一个。这里也是这儿一个分类，你可以把它选一下。这边好了之后，我们就点下一个。鼠标回到上面，这里有一个它的一个定价，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发货地，
下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是它的一个颜色，比如说这个帽子它分几个颜色，它的一个 SKU。那后面这儿还可以设定一下它的价格，这儿我们也可以手动来设定，比如说它是29.9。那么这中间可以看到，这儿它还有一个运费，最后的一个价格就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一个价格，这里它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建议零售价，这里有一个运费总价格，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可以来定一个价。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这里输入，比如说这个统一价格都是29.9，你也可以单个来设置。那么这个价格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这上面显示的是一个新台币，那这儿我们需要改动一下。如果说你想改这个价格，这时候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一个 Shopify 商店，接下来在左下角设置按钮这里，我们找到这一个结算方式。那么我们找到这个点第一个通用，这里可以看到这儿商店它默认的一个货币就是一个新台币，我们点击旁边的3个点，更改商店的货币，点一下它，这里可以选择，比如说你想要什么币种，比如说我就想一个美元 ，OK， 那改好之后点一个保存。那改好之后到这边呢，我们来刷新一下 ，OK，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一个币种，它就改成了一个美元 USD。后面可以看我们鼠标再往后看，鼠标回到顶上这里看它的。这是主图，这些它都已经选好了，你想要哪一张当成主图，比如说这张当成封面图，可以看到它现在选的是这张，那你也可以给它改成这一张，设置为封面图也是可以的，你点一下它，那么它就是封面图。那这张带人的设置成封面图也可以。那最后这里就是一个商品的描述，你也可以点进来给它稍微改一下，可以看到下面是商品的一些描述，你也可以在这里面来，可以看到这上面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更改。全部改好之后，我们就点击下面右下角的发布到我们的商店，点立即发布。它收到这里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OK， 这它表示已经发布在管理的这个商品里面了，它会把它同步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回到 Shopify， 回到这个点击上面顶上的左上角的 logo， 我们找到这个产品，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夏日太阳帽就已经同步到我们的 Shopify 商店里面来了。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击关闭。那我们它的一个页面，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想要先看一下也是 OK 的。下面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购买样品，你直接点击购买，你去填写一下你的相关信息，去立即购买就可以了。把你的地址添加进去。其实同步商品就很简单，可以看到这样的商品就同步过来了。这里比如说你还喜欢其他的，比如说这一款，那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鼠标放在这个图片上面，它这里有一个添加到我的产品，那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个添加。这下面这些你都可以这样子来按照刚才的方法来进行操作，直接把它同步到我们的 Shopify 商店里面去。每一个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加号，你可以点开它，就可以直接来到这个页面来看一下。你也可以到这个编辑页面，编辑好了直接点击一个发布到商店。那么每个商品就按照这个方法在这里填写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可以在中间变体定价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发货地。那这个商品你可以看到它是从中国发货的，你的商品在这里你要把它发送到哪个国家，这个里面你就可以来选。那这里一个运输方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有很多种运输方式，但是现在不选也没有关系，实际发货的时候你还可以根据订单的来源来调整发货的方式。这里它只是一个默认的一个设置而已，全部设定好以后和刚才一样，就直接点击下面，比如说这里价格我给它加上这个就是19，点击一个立即发布。那这里你就可以把你喜欢的商品全部把它添加进来。那么你可以根据它的一个建议零售价，还有它的一个价格，这个 CG 的价格，还有包括一些运费，把它合在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帽子它建议是100多块钱，这儿我们也可以写个139，一定这个价格这方面一定要把它设置好。OK， 这里它表示已经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回到我们 Shopify 后台这儿，我们点击左上角这儿有个刷新键，刷新一下。OK， 可以看到这儿我们就已经上传了3款帽子了。那么接下来每一个商品，那么我们也是可以来进行编辑的，也没有问题。我们把它勾一下，点击这里，我们这儿直接把它双击一下，它就会直接来到这个编辑页面。你可以来改一些相关的信息。这里比如说你想要这个帽子，想要黑色作为主图，那你就把这个黑色给它挪过来就可以了。产品的类别，这里你比如说你是属于服装类的，那你可以这里把选一个
下面这些信息你都可以改一下。这个有些什么颜色，这里可以改一下。还有这里的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列表，这个搜索引擎其实这里的非常的重要，别人在谷歌搜索的时候，他能不能找到你这款商品？那之前大家可以来到郁金香的首页，在这里搜索一个 SEO 优化，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有关 SEO 这个标题优化的一个课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个搜索引擎，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它做好。你在这里来编辑好了之后，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上面有一个保存按钮，直接点击保存，下面有一个保存按钮。那么我们回到产品这里，那这里只是给大家讲了怎么样通过一件代发把商品传入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里面。那我们还有一个部分需要简单的学习一下，我这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店铺的一个装修。点击这里一个在线商店，这里有个查看你的商店，你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的商店它是这样子的，在下面就帽子就出现了，但是上面这些横幅这些我们都是没有改的。这个装修其实也特别的简单，我这儿就不给大家讲，因为之前我也有给大家出过一期装修。那这里你直接来到我的首页，首页后面有个搜索框，在这里搜索一个装修。那么这里有一个 Shopify 独立站教程，那这一期视频30多分钟，主要是讲一个基础的一个装修，这个 logo 的设计，主题的装修，这个是非常详细的一期教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也会把相关的链接呢放在视频的这个右上角。好，我们接下来返回到 CG，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二个它的一个功能，可以看到左边我这儿它全部隐藏起来了，这里有一个箭头，我们点一下它 ，OK， 把它全部放出来。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演示一下怎么样来定制我们的一个包装。这里专门可以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定制包装，在这个个性服务里面，因为每一个产品它都需要包装，就像我们买一个首饰，它都会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精美的包装。你买一个耳环或者买一个项链，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精美的包装。那么你买鞋子、买口红这些，它都会有一个精美的包装。如果说你想在你的产品的包装上面印上你的品牌 logo， 那这一步就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大家先找到定制包装，如果说还没有注册 CG 的一个朋友，大家可以点描述栏有一个注册链接，可以先注册进来，先来看一下。相关链接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那么接下来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来挑选一个包装，那么不同的包装它就适合不同类型的一个产品，比如说这种礼品盒，比如说这种专门是装这种树的，还有这种有点像一个眼镜盒一样的，很多，而且每一种包装它的起订量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是200起订，看一下100起订，每个起订量都不一样。那这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灯吊坠这个珠宝的一个收纳盒，那我们直接点击进来看一下。这儿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一个装首饰的一个包装盒。这里如果说你不是很确定的情况下，那我们鼠标可以回到左下角，这里还有一个联系客服，那我们这里可以直接点它联系这里面的客服来咨询一下。这儿比如说他会要求你，比如说连接到微信，或者说这里面你也可以直接来咨询。那么你可以向他阐述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产品，你需要告诉他，你问他适合哪一种包装，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当然你可以看到它这儿也可以支持微信登录，还有这个就是一个 Watch APP 账号，你可以直接登录微信来进行咨询也可以。首先你要先想清楚你想要什么样的包装，这儿我们就先给它关掉。那么你还可以在这上面搜索，比如说这儿建议大家给它切换成英文，比如说一个内衣包装盒，这儿复制一下，回到最顶上，你可以在这里来搜索一下。好，这里它就出现了，这儿就有了，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那这个上面也有，比如说塑料袋、纸箱、塑料盒、布袋、纸袋等等这些。这里礼品你可以勾选一下它，比如说塑料盒，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塑料盒，比如说纸箱。那么像这个箱子还是蛮大的，看一下。那么像这个包装盒可以看到，刚才我有看到一款，它上面它是像这种，它包装盒里面是有字的，这种有字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自己设计。下面你可以看到没有办法自己设计，
但是像这种纯色的这种，我们是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这种定制的包装盒，就像这个一样的啊。它下面这里，比如说我要定制这一款礼品盒，按照这下面我点一个开始设计，我们就可以在这上面来自定义一个 logo。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logo 给它传进来，点击这边一个上传。那这儿我把我的 logo 就给它传进来了，这里我给它弄小一点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旁边有一个这种符号，你可以去拖动它，让它，或者你可以上下调动，四边也可以把它拖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有颜色，这里面可以选择颜色，旁边还有一个商品信息，这里你可以看到，你可以这儿填一个产品的标题，可用颜色，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可以用的颜色，比如说有粉色、白色这些，你可以选一下。还有它的尺寸，可以看到你需要哪个尺寸，这里你也可以把它选一下。下面就是一个产品描述，如果有，你可以把它填进来。填好之后，我们点击下面的这个保存按钮，这里它要我们输入一个产品名称，我随便输入一个，点一个保存。这里还有一个样式，刚才没有选到，点一下它，点一个保存。OK， 这里保存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图。那么你可以看到，在我的定制包装里面，你就会看到这个。接下来再给大家试一下。那么这款你可以看到它不能定制的，下面就没有。这个可以点这里开始设计。这里设计好之后，那接下来就可以来购买你的包装。比如说，我们就点击一个购买，选择一下颜色，选择一下尺寸，这里数量你可以加，但是不能减。可以看到它是10个起订。接下来你就直接点击一个支付，它会跳转到一个支付页面。比如说，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需要选一个仓库，这儿它是浙江金华，还有你也可以选择东莞发出。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些货源它都是来自于中国。运输方式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是免费的2至5天，中国就是免费的2到5天。这我们把它勾选一下，就直接点击去支付。接下来需要选一下你的一些付款方式，可以看到，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余额，有 PayPal， 有卡。接下来你就直接把这里勾选一下，直接去付款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包装来关联到我们的产品上面去。比如说，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商品，这个下面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在我们选择一个产品，这里就可以包装连接，我们直接点这个包装连接，接下来它就会选择应用到产品，在我们选应用于产品，点一个定制设计，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在这里可以选一个，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下尺寸，点击一个添加，在前面还要先选一个颜色，点添加。比如这里它这里可以看到，它这儿有3个颜色，我选一个粉色，选一个尺寸，点一个添加。那这个后面也有一个包装连接，我们这儿直接把它包装连接就可以了。OK， 点击添加，这里点一个右下角的确认。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它就连接成功了。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连接成功之后，下面这里就有一个包装产品，你可以点一下它，就是这一个包装盒，带有我们自己 logo 的一个包装盒。它就对应了我们的这个产品，你的产品想要什么东西包装，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预定一个包装好，并且上传你自己的 logo， 定制你的一个包装盒。那么这个绝对是打造品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为什么？因为当你的顾客他收到你的产品以后，首先打开包装之后，他就能看到你的一个 logo， 也是你店铺的一个 logo。那接下来这样就远比那些收到之后包装上面什么都没有的人，那我们赢在了这个第一步，就把你的品牌给打出去了。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用 CG 来完成一个订单的发货。如果说有人通过你的 Shopify 店铺下单以后，这个时候这个 CG 它也可以收到你的订单，那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店铺订单。如果说你的店铺有订单，它就会显示到这个位置来，那么我们就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同步商店订单，这我们可以点一下它，在这里选择我们的 Shopify 店铺同步方式，你可以按照这个时间，比如说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在这里直接点一个立即同步。这里它正在核对订单，给出我们的结果，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订单数是0订单，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它这里都会全部给我们统计过来。这里同步过后，它就会出现在这个位置。当然你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你的订单它不是通过 Shopify 店铺下单的，它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渠道来购买的产品，那么我们可以手动来创建我们的订单，或者说通过 SQL 表格来
把我们的订单，把我们的一些信息导入到我们的飞机里面来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来手动创建一下，比如说这儿后面可以看到有同步订单，有创建手动订单，有表格的这种订单。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手动来创建订单。那么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手动创建订单。那么这里你比如说你的订单针对哪一个款，比如说这个款就是我们的这个帽子，下面点击一个添加。接下来可以看到在这里后面有一个这种购物车的这样的一个图标，我们可以点开它，可以看到在下面这些我们不要的可以把它先删除，就选择第一款，点一下它，点下一个。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比如说你先输入订单号，对这个订单进行一些设定，方便以后你进行查询。这里有收件人的地址，比如说输入一个上，这就随意的输了。收货地址，你的国家，这边填好这个收货人，比如说是谁，这个地址，这里的国家，比如说是澳大利亚，我这就填一下。发货地，这里比如说是美国中国仓库，你选中国，美国仓库你就选美国。那一般美国的客户当然一般都可以选择中国，你选中国的仓库，这样他收到的速度就会对应的国家他发货会更快。那我这是随便给大家演示，这里运输方式你可以选一下运输方式，比如说它有多少天到多少天，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快速普通的4到9天，这里有一个官方的4到6天，比如说我选一个它，大家知道这个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那么假如 Shopify 同步过来的时候，它就会是这样子显示的，你可以把它全部给它勾好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点击这右下角一个确认，这儿要求输入一个电话号码，这儿点击右下角一个确认。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订单它就手动添加进来了。提交好之后，这里就可以在这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个订单，这儿我们可以把它先勾选上。这里勾选，因为如果说有访客在我们的店铺已经下单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个 CG 里面来付款给 CG。这儿我们直接点一个添加到连选这个里面，好，我们在订单连选点进来，这个订单就在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把它勾一下，这里我们要到这里来付一下这个款。我们赚的就是中间的差价，弄好之后，这里就直接点击一个右下角提交，点这一个提交。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来一步一步的去进行一个付款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它就到了一个付款的页面，这里你点一个提交，这里付款同样你可以选择用 PayPal， 也可以选择用卡，都没有问题。那么付款完成之后，这个 CG 它就会对产品进行审核，审核之后它会帮你进行一个发货，发货以后这个订单在这里，你可以在 Shopify 的后台也能看到发货的一个状态，它是自动更新的，必须要我们手动操作。也就是说这个 CG 它会帮我们发货。你回到这里你可以这个店铺订单，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它的一些相关信息。它的订单是同样，它是自动的帮我们同步在这个里面，运单号这些都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手动更新，或者说去发邮件。你可以到时候你也可以在我们后台在这个订单里面也能看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因为它是同步的。以上如何通过 CG 平台来一件代发来定制我们的包装，希望可以来给我们的新手朋友们一点帮助。有问题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新手朋友，如果说你刚刚注册了 Shopify 店铺，这里还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收款的问题。收款最好我们是现在都使用这个，第一个就是那么 PayPal 的话，它是需要公司的一个 PayPal， 个人的是没有办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Stripe， 那 Stripe 呢，它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收款方式。现在很多独立站呢都是用它来收款。怎么样来注册这个 Stripe 的话，那可以到我的频道首页里面来找到，这里有一个申请 Stripe 账号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账号。这儿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来放在视频的这个右上角。好，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我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